近期，郑丽文抛出了一套所谓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若大陆采取统一行动，台湾必将自卫反击的论调。这番言论一出，立刻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许多敏锐的观察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层看似温和的伪装，实则已经将其抗拒统一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谈及国家统一的历史规律，著名学者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曾提出过极其冷峻且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统一从来都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必然规律。纵观古今，每一次版图的整合与国家的统一，往往都是凭借强势一方的绝对实力硬生生打出来的。是否走向统一，核心取决于主导者的主观意志与战略决断，而非某种脱离现实的大势所趋。从最朴素的人性与政治逻辑来剖析，没有任何一个既得利益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一亩三分地。历史反复证明，真正的统一往往是兵临城下、实力悬殊时的别无选择，是强者兼并弱者不断开疆拓土的必然结果。那些试图通过谈判桌就能轻松实现的统一，大多只是后人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罢了。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带入当下的台海局势，郑丽文抛出这套言论的真实算盘便昭然若揭。他所谓的自卫反击，本质上是一种极度狡猾的政治拖延战术，其核心目的就是企图用话术稳住大陆，为自己保住现有的割据利益争取时间。他试图给对岸留下一个虚幻的未来统一念想，从而名正言顺地将这种分裂状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种不统不独的中间路线，表面上打着维持现状的幌子，实则是在为实质性的分裂行径提供掩护。他刻意划定了一条虚假的红线，以为只要不触碰法理台独的明面雷区，就可以肆意妄为地掏空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这种企图用文字游戏来对抗国家主权底线的做法，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民族大义的背叛。郑丽文的这套逻辑与民进党当局的且香肠战术在底层思路上如出一辙。他们都在试图模糊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共识，妄图通过渐进式的割裂，将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中永久剥离。不同的是，民进党是明目张胆地搞分裂，而郑丽文则是披着和平的外衣，打着防卫的旗号，行独台之实。这种隐蔽的分裂路线，其迷惑性更强，对两岸关系的破坏力也更为深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大陆方面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形式的分裂行径妥协退让。反分裂国家法早已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任何企图分裂自己国家的人都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和法律的严惩。郑丽文们企图用不宣布独立作为护身符，用自卫反击作为挡箭牌，以此来抗拒统一的历史洪流，这完全是痴人说梦。他们严重低估了14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也严重误判了两岸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的现实。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从来不是靠施舍和等待得来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坚定的民族意志之上。随着大陆实力的不断跃升，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任何试图阻挡统一进程的图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不过是螳臂当车。对于那些仍在玩弄政治把戏、企图拖自觉的岛内政客，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的每一次话术翻新，每一次对台独的变相纵容，都是在透支台湾的未来，将2300万台湾同胞绑上危险的战车。最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企图永远霸占一亩三分地的分裂分子，终将发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大势面前，任何拖延战术和文字游戏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这一天终将到来。一开始提到这个无人机，台湾这几天都在讨论无人机，合理，但我是反对的。民进党这个政府当然，一看到俄乌战争、伊朗战争，无人机发挥这么大作用，能不面对吗？借机顺便捞钱，多好的一个项目啊！而且一讲起来名正言顺，老百姓一定支持。再怎么麻木不仁的、麻痹的，这个台湾老百姓也看到战争、无人机产生，改变过去历史格局的一个战法。这个武器能不面对不买吗？不造吗？何况大家讲说无人台湾不行，大的不行，无人机那可很厉害的。所以啦，民进党政府透过各个部会想尽办法就编无人机的预算。但从我们的角度，无人机要有很多在台湾更大的用途啊，或者像中国大陆，我听到个报道说，北方河北有个地方，俄国在那边买，南方义乌有个地方。乌克兰这边买，一个买喷气式的，一个买螺旋桨式的，双方互干，但很多原材料都是来自中国。台湾也可以输出啊，那为什么造呢？你就准备要跟人家打嘛？
长海峡100多公里，你真想干吗？这是什么心态？所以某种角度，理论上好像是必要。我相信很多台湾无脑的群众一定是被裹挟、被绑架。可台湾特殊啊，你没有什么用的啊，你螳臂挡车，你自己找死，这种事情干得了吗？可是民进党就是要干了。关键是国民党怎么反对？你从过去的军售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也是反虚的，还被人家修理，那这无人机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战争的形态彻底的改变，但是不过怎么说，法国俄国打才有点拉垮，它有很多优势，空中的导弹的，乌克兰这个是很厉害，能够用无人机突破，但现实是土地是要一寸一寸的占的，每天都是血战，慢慢逼近基辅，一个村一个村的打，那这是实打实的。你无人机能占领吗？你没办法占领嘛，你终究还是得把这个该占的地方占下来。台湾最好面对现实，在这个地方以后再谈。可是他已经开始在敲锣，开始在吹号，准备捞了，这都是不祥之兆。卢秀燕去了，然后又去欧洲，郑丽文跟着去美国，现在韩国瑜去了，所以他这次到美国去，反而是后发先至，后来居上。相比于前面的卢秀燕，特别是郑丽文，说真的，美国很不给他面子的，没有带回什么成果了。他想两边投机，结果投机不着18米，党内声望大降。现在大家对于下半年的选战热战，要不要邀党主席郑丽文去站台？蓝营这些候选的，每个候选人都东躲西闪啊。因为这些蓝军一看到民进党衰落，每个野心就来了。民进党很强，他们很弱，乖乖团结，不敢有恶心。民进党一弱，大家眼睛睁大，投机政客，所有的嘴脸全部出来了。对内就在抢位置，如何助选，看谁的声量高。都不就事论事，好好提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做事给老百姓看。就在演这个给谁干，争取这个，演这个给美国看，真悲哀到了极点的台湾，特别是蓝军。韩国瑜这一次去，我也觉得蛮恶心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卢秀燕更是等而下之，郑丽文是自取其辱。你看台湾人的发言多了吧，就会自然有一个感受，就是岛内你别看蓝绿对峙好像不可开交，但其实无论蓝绿，他们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台湾的事儿台湾人说了算，拒绝大陆对台湾的一切安排，你的好心善意不用。你别看国民党总是派人来讲中华民族，讲和平，其实国民党只是出于选票的考虑，他们只是想向台湾人证明国民党是有能力跟大陆对话，维持两岸和平状态，从而保持台湾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变的。国民党就是想哄骗大陆，维持台海现状，别再往前走，甚至他们还想往回走，回到10几年前马英九时代，多好啊！马英九上个月在敦煌脱稿说了一席话，说两岸的统一应该是和平民主的统一，好像是在谈两岸统一，但其实不是。和平我们都理解，民主那是谁来做主呢？是台湾人来做主。让台湾人做主，那还能他妈有统一啊？那不是跟姑子要孩子吗？现在谈到两岸关系，台湾部分蓝绿口径都一致了，那就是他们想自己决定台湾的前途，你中国大陆只能看，无权插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原则。我觉得民主政治在台湾搞了30年，给台湾人造成最大的集体幻觉莫过于此。台湾30年来闭门搞选举，一轮一轮投票，台湾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示威，冲击各类机关，占领各类机构，反对这个抗议那个。咱们看着是乱象，但台湾人很骄傲啊，他们觉得这是展现了民主自由的风貌。
他们觉得自己因此是文明世界的一员，他们甚至还会为西方媒体的赞誉而感到自豪。如果说美国是全世界的民主自由灯塔，那台湾必须是亚洲的民主自由灯塔。台湾社会已经表现出一个完全失去自我，完全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洗得绝对彻底、绝对干净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谁在说台湾完整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台湾最美的是人，一口浓痰我就啐过去。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是一个原生文明，一个原生文明最应该有的是自我意识，你得知道自己是谁。见了别人的好东西可以学，但是绝不能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完全跟着别人走。应该是以我为主，有取有舍的去学别人，不可能把自己的东西全忘了，邯郸学步。一个原生文明委身给别人做小妾，做通房大丫头，这太恶心了。我以前的节目中就说过，像韩国呀、台湾呢，这都是有浓重小妾意识的地方，以给美国做通房大丫头为骄傲，都想争着上位做小妾。台湾人的这个心理尤其重，尤其让人恶心。你看最近这1年来，美国人想要台积电，台湾立刻双手奉上，半点犹豫都没有，绝不挣扎。特朗普搞关税讹诈，台湾第一个滑跪，立刻跑过去舔美国人屁眼，同样不挣扎。台湾不分蓝绿，全部对美西方奴颜婢欺，恬不知耻。回过头来还跟大陆甩脸子，要对等，要尊严，你死不死啊？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过？还保存了中国文化，台湾配吗？不要脸的现在还搞汉光演习，这个汉字它配吗？他们应该摘了这个汉字，叫旗鱼光演习，顶不济叫台光演习也行啊。台湾社会现在整体表现出一种无知的自大，台湾人的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是有严重缺陷的，认知也是有严重缺陷，甚至近乎于愚昧无知。这让台湾无论蓝绿，只要一谈两岸议题，立刻就进入一种刺猬状态，啪的一下就自己卷起来，浑身是刺，沉浸在自己想象的叙事逻辑里。这事儿得由2300万台湾人说了算，别人无权过问，觉得谁都拿他们没辙，摸不得碰不得，好像他们真有能力有机会自己说了算一样。这是一个完全昧于历史、昧于现实、自欺欺人的状态。30年的民主政治，全台湾玩得不亦乐乎，让台湾人以为自己有了当家做主的可能。台湾人完全意识不到，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前途如何，台湾人的意愿根本不重要。荷兰人殖民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日本人割占台湾，中国光复台湾，这些都征求台湾人意愿了吗？我们要推进统一，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台湾人同意吗？中国历史上哪一次统一征求了被统一一方的意见？纵观台湾历史，台湾人从来没有自己说了算过，历史从来没有为台湾人的意愿买过单。台湾人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在地缘上，台湾岛就不具有独立的属性，它是中国大陆向太平洋的地缘延伸，所以台湾的命运从来不具有自主性和自发性。这个岛从来都是大陆争夺海洋门户和地缘优势的前线，台湾的命运从来都是随着大陆的盛衰荣辱而起伏变换的，这就是台湾的命格，你不认也没有办法，你有本事把台湾岛划走啊！台湾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早的能够正确处理两岸关系。未来10年，整个西太平洋都将是中国海空军的天下，某个域外大国势力一定会被驱逐出去的。今天，中国大陆拥有全国数1数2的军事力量，无论是科技含量还是军力规模，对台湾都是碾压式的存在。任何一个人只要不眼瞎不心盲，都会看到。在这种态势下，大陆还愿意保持克制，迟迟不愿意对台动武，以和平统一为优先考虑，努力跟台湾各界交流，倾听台湾的心声，这就是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善意，这是最大的善意。与这种最大的善意相比，惠台让利那都是毛，是附在最大善意这个皮上的，你要等最大善意的这个皮磨没了，毛将焉附啊！但是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善意，台湾人可是极尽漠视、嘲讽、戏弄之能事。他们敢这样肆无忌惮，完全是对自身实力和自身处境的误判。
他们以为只要跟美西方阵营保持一致，高举民主自由的招牌，自己就得到了一块免死金牌。他们把民主自由价值视为自己的护身符，他们以为只要站在文明世界的阵营里，战斗在自由世界的最前线，就有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做保护伞。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大陆要处理台湾问题，台湾人的意愿最重要，必须被尊重。台湾人的这个共识显然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幻觉。在统一这个问题上，台湾人的意愿可以被尊重，那就是共同推进和平统一，也可以被当作垃圾扫到太平洋里去，那就是善意被挥霍殆尽之后的武统。不统一的选项是没有的。台湾人很反感大陆的统战工作，对统战充满了敌意。他们还是不明白啊，台湾还有统战价值的时候，应该好好珍惜。等到失去统战价值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人所有的矜持和自以为是都将毫无意义，那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台湾明明有避免历史悲剧的机会，但现在看来，这个机会正在因为台湾人的无知、无脑、短视而渐渐流逝。如果中国历史上注定还有一出悲剧要上演的话，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决心开这个场呢？